清刚才那一招吗？勉强看清，但他们为何选在半步峰对决？方寸之地，前面是万丈悬崖，下面是滔滔江水，掉下去必定粉身碎骨啊！20年前，玄都山前任掌教齐凤阁就是在半步峰击败突厥第一高手葫芦姑，逼他立下20年不入中原的誓言的。如今两人的弟子仍在这里约战，也算情理之中。师兄，依您看，谁的胜算更大一些？我看那葫芦姑的弟子坤爷仿佛更刚猛一些。齐凤阁已死，沈乔虽说最得他真传，可从眼下之战看来，能力不及其师一半，实在是徒有虚名啊！不对，沈乔，玄都山掌教不过如此。师尊，崖上掉下来个人。全身骨头尽碎，筋脉也断了8、9，怕是救活了，也成个废人了。既是废人，就别管了，走吧。哎，这是山河铜杯剑，玄都山掌教的佩剑。他是沈乔。先拿大还丹给他服下。啊？您刚不是说废人就带回幻月宗？晋江文学城，孟西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、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1集。没想到洗干净之后，这脸竟是如此出尘俊美。不知昔日又是何等风仪。可惜了。眼下虽是捡回条命，可这修为，日后怕是连常人都不如了。哎，你受了重伤，骨头尚未长好，最好别乱动。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不知道。失忆？脑壳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倒也正常。这位仁兄，我眼前一片黑暗，许是瞧不见东西了。啊，你重伤未愈，会这样不奇怪。请问我是谁？啊，你叫沈乔，原是我幻月宗门下弟子，被合欢宗的仇人重伤，幸好我路过发现，及时将你救回来。可我也打不过他们呀，只能先带你跑了，等养好伤之后再去找他们报仇吧。那我该如何称呼你？啊，我姓玉，玉生烟，是你师兄，咱们师尊叫燕无师。师兄好。乖，你好生躺着养伤，等伤好了，我再带你去拜见师傅。好。郎君，药都熬好了。进来吧。是。下去吧。是。哎，你别动，我帮你垫个枕头。来。是
师尊怎么会在外面？啊，师兄喂你。来，啊，慢点。谢谢师兄。哎，你怎么不问我，你的伤几时能恢复？师父和师兄定然为了我的事劳累费神，四处奔走。我若是问了，岂非更伤你们的心？啊，那你好生歇歇，我明日再来给你上药。多谢师兄，还请师兄代我问候师尊他老人家一声。我会的。师尊，沈乔已醒。您救他，是否想让玄都山欠我们一个人情？若他清醒后得知自己功力尽失而心智崩溃，我顺势将他收入幻月宗，把道貌凛然、宅心仁厚的玄都山掌教调教为不择手段的魔门弟子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？那，要是他变成傻子了呢？那就随便找个地方活埋了吧。还好他只是失忆。可您为何不用他与玄都山交换人情呢？想来玄都山为了名声着想，也不会放任他流落在外吧？沈乔虽然深居简出，鲜少有人见过他出手，但他能接掌齐凤阁的衣钵，绝不会差到哪里。就算落败，要全身而退也不难。你说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？这其中必有内情，所以就算我们把他交还，玄都山也未必会认，到时候反而沾染一身腥。有我燕无师在，幻月宗无需看任何人脸色，更无需去换什么人情。师尊说的是，的确，10年前师尊便能与魔门之主崔游望一战，虽然落败，但对方也不是毫发无伤的。崔游望与齐凤阁武功并列天下之首，这两人皆已身死，师尊如今是鲜有对手了。您闭关时，魔门3宗里合欢宗做大，3天2头来找我宗麻烦，弟子与他们交手还受了伤，被迫远走江湖，所以弟子的凤麟元典才练到第4重。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突破第6重，如今已参破第9重，你却连第5重都没悟出。出去别说我是你师父。师尊教训的是，弟子一定勤加练习。过些日子我会去突厥一趟。师尊近日重出江湖，拿坤爷练道，可有什么发现？坤爷打败沈乔后，并没有回突厥，而是赖在玄都山下不走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他对玄都山还有所图？是为了朱阳策。朱阳策，就是那本传闻中只要习得，便可窥破武学终极，飞升成仙的秘籍。不错。50年前，一代大家陶弘景在茅山上遇仙，得天人修炼的秘诀，再加入自己的精华见解，写出赫赫有名的《朱阳策》。这《朱阳策》共分5卷，陶弘景死后便流散各地，其中1卷为周国所藏，1卷在天台宗。10年前，齐凤阁亲口承认自己一身武功，除了玄都山本身的传承外，还有朱阳策的注意。但想来有1卷就在玄都山，剩下还有2卷则去向成谜。师尊闭关之后，修为更胜以往，
可是看过。藏在周国皇宫那一卷，我因缘际会曾见过一回。我与坤爷交手时，发现他内功真气却若有似无，仿佛与我同出一源。那他也习过猪羊策？极有可能，所以我去跟他多打几次就知道了。那我也去。你去做什么？留在这里，看着沈乔。是。哎，狼进来这边，有位置。呀，听说了没有？那坤爷才打败玄都山掌教没多久，就被燕无师给打败了。人家燕无师10年前就有一人之力单挑魔门，灭了法镜宗一半精英，搞得合欢宗元气大伤，魔门3宗差点就被他统一了。哎，你说，如今他武功得有多可怕？据说那坤爷为了躲他，都跑到树林里去了。燕宗主，坤爷打不过你，上回已经认输，你为何还穷追不舍？西域武功很是特别，我当然要多切磋切磋。殿下仅武功特别，且比我厉害的大有人在。所以我很好奇，你的身手和资质远不如当年葫芦姑，也不如天下10大的其他人，为何能打伤玄都山掌教？他技不如人，有何可说的？你技比他好。除了葫芦姑，你还跟谁学过武？燕宗主什么意思？放眼整个突厥乃至吐谷浑，还有谁比得上我师父？他们的确不行，但中原可以。哼，我所学之武艺皆出自师父的教导，学成之前从未踏入中原半步。哦，那便是正宗的突厥武功和心法了。当然。所以打不过我。燕宗主拿我开刀，天下尽人皆知，你还有何不满意的？不是你不满意吗？否则你和沈乔打都打完了，干嘛还不走啊？我明日便回突厥。那趁今日陪本座多打几回。你求的呀，可真是时候。师尊出门半月，昨日刚回来。哎，前面有台阶，你小心。来，多谢师兄替我通报。师尊，沈乔来了。拜见师尊。坐。身体感觉如何？多谢师尊关怀，弟子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，只是手脚依旧绵软无力，武功也好像还未恢复。来，手给我。你自己可有感觉不适？每到午夜时分，身体便时冷时热，胸口闷痛，有时会痛到难以行走。啊，弟子找大夫看过，大夫说可能是师弟受了重伤的缘故，须得慢慢恢复才行。你的武功并未完全废掉，我发现你体内尚有一缕真气，似强似弱，假以时日未必不能恢复。不过我幻月宗不养废物，我有一桩差事要让你师兄去做，你就跟着去打打下手吧。是，师尊。那你先回去歇息吧，
弟子先行告退。郎君这边走。你们去齐国一趟，将谏议大夫颜之问满门杀了。是。此人得罪了师尊？他是合欢宗的人，也是合欢宗在齐国的眼线。哼，合欢宗嚣张已久，趁您闭关之时，多次找我幻月宗的麻烦。若不还以颜色，岂非显得我们无用？弟子立刻去准备。可带上沈乔，他武功全失，只怕半点忙也帮不上啊。你叫他一声师弟，总该带他去见见世面。武功未恢复，杀人还是可以的。哦，如此这般，他有朝一日恢复记忆，想回归正道也不可能了。弟子遵命，一定好好教导师弟。怎么了？你从昨日起便一直咳嗽，可是病了？无妨，伤处没好全而已，不碍事的。你若有不适，就赶紧告诉我，啊？好。郎君们，邺城到了。齐国邺城啊！哎，你小心，发热了也不说。师兄此行有差事在身，我帮不上忙已经十分愧疚，又怎能再添麻烦？师尊有命，帮不上也得帮。进屋吧，我慢慢跟你说。郎君请用茶。阿妙，你先下去。是。敢问师兄，合欢宗是什么来历？我们与颜之问之间又有何仇怨？唉，我们幻月宗，还有合欢宗、法镜宗，照理说同出一源，可明争暗斗从来不断。尤其是合欢宗，他们宗主叫袁秀秀，有个聘夫叫桑景行。这对狗男女狼狈为奸，又有齐国皇帝撑腰，趁着师尊闭关10年，屡屡要将咱们幻月宗吞并。但他们武功不弱，而且擅长采补，你以后碰上了，最好离远点儿。你说颜之问只是合欢宗的2流高手，又有官职在身，那想必从前没找过幻月宗的麻烦，师尊为何还要对他下手？哎呦，师弟，你这一受伤，简直跟小白兔一样了。杀了颜之问，可以杀鸡儆猴，震慑敌人。以前也就罢了，如今师尊出山，还不还以颜色，真当我们幻月宗好欺负吗？那法镜宗呢？他们没找过我们的麻烦吗？法镜宗与我们一样，门下弟子分散各地，平日里各行其事，一般不会凑在一起。啊，我们还有个师兄叫边延梅，正在周国那边替师尊打理事务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师尊为何不直接找袁秀秀呢？即便找上颜之问，他的妻儿既非江湖中人，又何必将他们牵涉进来？师尊既然有命，你我遵从便是，何必问那么多？好了，这件事也不急，这2日你先好生歇息，我让阿妙带你去医馆瞧瞧。
元宵夜行动之时，你随我一并去，我抓个妇孺给你下手。师兄，言之问此人性情如何？狡猾多疑，怎么？没什么，多了解一些也好。郎君先前可是受了重伤啊？正是。如今还有不适？有一些。来邺城之前，师尊也曾替我诊过脉，只是不如郎中细致。郎君的病除了内伤，应该还有别的原因。可惜在下学浅，断不出来。只能先开一些调理气血经脉、壮骨温阳的药了。无妨。阿良，帮这位郎君配几副药，当归用雍州送来的上品。好嘞。多谢郎中。啊，郎君小心！实在对不住。不妨的，是我冲撞了郎君。这位郎君风姿神秀，我竟未曾见过，敢问高姓大名？在下沈乔。原来是沈郎君。沈郎君可是在京人士，出自哪家氏族？郎君，这位是齐国侍中韩凤家的女郎韩娥英。齐国侍中？早就听闻韩娘子大名，只是沈某身患眼疾，未能一睹韩娘子风采，万望见谅。这样啊，那你好生养病吧。掌柜的，多拿些人参过来，给沈郎君带上，都算在我账上。好。多谢韩娘子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沈某也有回礼，还请笑纳。哦，是什么？阿妙，你把抓好的药给我，让我去车上将那个匣子拿过来吧。是，郎君。正好，我也有些事想问问韩娘子。哦，你想问什么？邺城里没有我不知道的事。元宵当夜，严质问必与家人庆贺，我趁其不备潜入府中，你就在门外守着吧。好。书房、卧室都没人，难道严质问不在府里？你告诉我，严质问和家眷都去哪儿了，我就放了你。否则我就把全府都杀干净，你可明白？楚母和小郎君，他们2日前离开了。主人说要送他们到温泉别庄上去住一阵。哼，那严之问呢？明日便要上朝，他不准备回来了？啊，主人，奏事并没与我们说得太清楚，我们也不晓得。好你个沈乔！是你给严之问传消息？不错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合欢宗与本门素有嫌隙，师尊既想杀他，
轮不到我来智慧。只是至子何辜？要杀颜之问，何必牵连他的妻儿？杀不杀他的妻儿也轮不到你来说。我倒是想知道，你如今一个瞎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出了门都不知东南西北，到底是如何给他传消息的？你说过，颜之问是个狡猾多疑的人。我吃的药方里有一味当归，我设法藏起了一些，原想找机会送去颜斋，不想先在医馆遇见了韩娥英，便托他转交了。哼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你坏了师尊的任务，不知会有什么后果？啊？其实我并非幻月宗的弟子，对吧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凭感觉，师尊也罢，师兄你也罢，对待我的态度都不像是同门弟子。我没了武功，师尊却还要我过来协助你，又对我的伤势讳莫如深，这一切都不合常理。哼！其实，你若稍稍派人盯着颜之问的行踪，他想跑也跑不了。不错，是我疏忽，给了你可乘之机。但是你救了几个跟你毫无关系的人，他们甚至不知道你，就算知道，也未必会感激你。回头师尊怪罪，你觉得值得吗？值得与否，个人心中自有一杆秤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能救而不救，能做而不做，一辈子都会有心魔。至于别人知不知道，感不感激，那是别人的事。你自己都自顾不暇了，还有空关心别人的死活？你怎么不想想，当日武功全师被人丢下悬崖，若非我们将你救起，你早就曝尸荒野了。你就这么回报我们的？救命之恩，自当涌泉相报，咱两者并无相干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向宗主禀明缘由，不会连累你的。你还是先担心你自个儿吧。玉师兄，既然我并非幻月宗门人，敢问沈乔这个姓名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我受伤之前是何人？可还有亲人在世？哼，你自己去问师尊吧。宗主，玉生烟来信。让玉生烟回半步峰下练功去，别出来丢人现眼。至于沈乔，告知他身份，让他自行离开，不得带走半点东西。是。我幻月宗虽为世人眼中的魔门，却是坦荡荡的真小人，不像某些正派。你要回玄都山，到时丢了性命，可别说我没提醒你。多谢玉兄，将来若能再见燕宗主，我定当面感谢。我写好一道题，若要你个比喻，是天涯变得悬为人泥，或为点红尘的一片云。你是我一道题，一场游戏，我是
是你读你，想沾染了你，染风真息如河海无暇干净，泪淌过心怎会不老个白银？读不懂你，读不懂那血口獠牙的恶意，怎会吞噬你怀中温柔天地？你不似雪，也不像云，或许是月色一隅，万事成垢也不能染你。你是不解的谜，我读3000遍你，每一遍我都更加着迷。若恨填满我骨血缝隙，只要还余分寸两波爱意，都用来读你，读3000遍你，明知道解不开这一道谜题，我却还忍不住读3000遍你。读不懂你，读不懂那血口獠牙的恶意，怎会吞噬你怀中温柔天地？你不似雪，也不像云，或许是月色一隅，万事成垢也不能染你。解读无情，你对草木人间是那么多情，所以相逢或许越难分寸绪。可我既然沉迷于你，便受你温柔天地，也守着分给我的无情。我第3000遍读你，忽然读到你一句钟情。我该如何称呼你？我姓陈明公，你叫我陈大郎就行。慕容家主真是好耐心，一直兜圈子。你该直接说那册《沧海拾遗》只是封皮，内里藏的是朱阳册的望异卷。这就是江湖人吗？陈公，小心！你是谁？用不着这样看我。你合欢宗的桑景行和袁秀秀联手，也未必敢夸下海口说一定能赢我，更何况是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溪石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广播剧《千秋》。人生莫测，变化无穷，愿你和沈乔一样，能豁然面对世间百态，不改初心。我们下周见。